这个日本军官简直变态到了极致，只见他随手打破玻璃，拿起一块就扔向角落里的女孩。女孩因为看不到，吓得瑟瑟发抖。日本军官毫无怜悯之心，一块又一块的玻璃砸向女孩，地上堆满了玻璃碎渣。女孩只要稍微挪动一下下，就会被扎得遍体鳞伤。日本军官得寸进尺，拔下军刀，肆无忌惮捉弄着女孩。女孩四处躲闪，脚被扎得血肉模糊。日本军官顿时兽性大发，冲上去侵犯了女孩。这是发生在日军女子集中营的小插曲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有的会被扒光衣服当众鞭打，有的还会上辣椒水、老虎凳，或者被电击半死后丢进小黑屋。想要逃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不仅如此，四周是几米的高墙和高压电网，一旦触碰，瞬间被烤成焦炭。在此期间，日军毫无人性对战地医院进行轰炸，尽管里面有美国人，他们也不放过，一顿扫射下去，里面的人死伤惨重。一位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大喊道：“男的下地狱，女的集中营。”很真实，也很直白，一语道破了男人和女人实际的价值。玛丽是一名美国护士，也逃不过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。掌管集中营的是一个日本女人红魔，同为女人，红魔对这些落难的女人不仅没有同情心，还肆无忌惮欺压她们。靴子脏了就让盲女替她擦，甚至用舌头舔干净，简直变态至极。这天，日本军官刀疤男召集所有人在广场上，接着命人带来一个浑身血迹斑斑的女人。女人因为逃跑，结果被抓了回来。刀疤男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惩罚女人，警告所有人不要轻易逃跑。红魔抽出鞭子，让手下脱掉女人的衣服，拉过一个集中营的女同胞，逼迫她鞭打女人。女同胞迫于压力，不得不挥动手中的鞭子，一边、两边、三边，女人被打得嗷嗷大叫。女同胞打完，红魔又拉出一个长发女，让其使劲鞭打女人。长发女几鞭子下去，女人失去了知觉。长发女以为自己打死了人，吓得仓皇逃窜，结果手刚刚触碰到铁丝网就被电死了。目睹了这一系列的惨剧，玛丽顿时觉得这些人简直是畜生。在掩埋尸体时，玛丽和几个女人策划着逃跑。盲女听到后赶紧跑来，请求他们带上自己。玛丽见她可怜，当场答应。对于怎么逃离这里，他们还没有一个好的计划。逃离之前，他们不得不服务日本高级领导。盲女惨遭变态军官大胡子的蹂躏，一个畜生居然不断把碎玻璃扔到盲女身边。盲女被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，之后又让她光脚在玻璃上踩踏。玛丽则被刀疤男挑中，她死活不从，四处躲避。刀疤男步步紧逼，玛丽娇弱的身躯根本不是对手，没一会儿就被刀疤男按在地上。屈辱的一夜终于过去，女人们相互搀扶着迎来新的一天。饥肠辘辘的红玉来到食堂想找点吃的，突然一个男人拉住她，并捂住她的嘴巴。男人是食堂的帮工，赶紧说出游击队的暗号。原来他是地下组织的人，和红玉一样，他接近红玉，一方面是为了救出红玉，一方面是为了得到黄金的下落，那是组织用来买武器的。可惜红玉来集中营时被打中头部，只记得在白云岭，具体位置想不起来了。帮工只能从长计议。日本鬼子又将搜罗来的女人送来集中营，一个白衣女子生性刚烈，不断反抗，却遭到日军的残暴殴打。女子被打得口吐鲜血，士兵还没有停手的意思。玛丽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奋不顾身冲上前加入战斗，场面一度混乱不堪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直到红魔出现，对准空中鸣枪，才制止了这场混乱。所有人都为白衣女子的勇敢而敬佩她。女子名叫红霞，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她的学校被日本人无情摧毁，而自己也被带到了这里。夜里，日本人又找上了那些女孩，刀疤男再次选了玛丽。日本人对女囚有多残暴？女人双手被捆，送到刀疤男房间。刀疤男解开她的绳子，一把将玛丽抱上床。玛丽看到刀疤男的枪，一把夺过开了几枪，奈何刀疤男躲闪及时，并没有打中。刀疤男怒了，拔下一旁的大砍刀向玛丽砍去。这时屋外突然闯进一个男人，及时解救了玛丽。男人是集中营里的帮工，专门为日本人做事，但实际上他是组织的人。红玉一有机会就和帮工商量逃跑机会。一天夜里，红玉叫醒众人，偷偷摸摸从地下爬过去与帮工会合。帮工拿出一把剪刀交给红玉，表示自己先到巡视台剪断照明，然后红玉等人尽快离开，之后再一起会合。交代完毕，玛丽等人顺利来到城墙下，利用美人计杀死了一个巡逻士兵，然后继续往外跑。帮工一边给他们打掩护，一边掏出匕首放倒外面的看守。顺利来到发电室，可线路实在太多了，他却不知道哪根线，只能把所有的线路通通剪掉。随着探照灯的纷纷熄灭，日本鬼子很快警惕起来。红玉赶紧剪断了铁丝网，带领众人急忙
逃离，帮工来不及逃走，躲在机房里。等日本鬼子冲进去时，2枪放倒2人，又用刀放倒1个，迅速关上门，爬到屋顶逃了出去。但线路很快被日军接通，女人们还没来得及跑远，就被士兵发现了。士兵疯狂向他们射击，幸好几人跑得及时，才没有落入虎口。几人一路小跑，穿过隧道，往森林深处跑去。帮工徒手翻过铁丝网时，双手都被扎出了血，终于追上了女孩们。然而几人没跑多久，一束强光照射下来，完蛋，他们被包围了。红玉当即怀疑队伍里有奸细，不甘心的帮工朝山顶上跑去，结果被日本人打成了筛子。帮工临死之际告诉玛丽，其中营里还有他们的人，他叫老崔，可以帮他们逃出去。第二天，日军当着所有人的面让逃亡小队接受酷刑，6个人被绑在地上一字排开，被迫接受烈日的暴晒，皮肤被晒得千疮百孔，却在相互猜疑到底谁是奸细。这时翻译对刀疤男表示，就算晒死他们6个，游击队还会继续组织小队，不如将几个人放了，暗中观察，放长线钓大鱼。刀疤男采用了汉奸的建议，日本军官感觉他说的有道理，同意了这个建议。夜里，翻译独自找到玛丽，原来翻译就是帮工嘴里的卧底老崔。老崔将自己潜伏在日本人身边的原因说了出来，在几个月前，组织截获了日本一批金条，还没来得及运走，鬼子便杀到。慌乱之下，把金条藏进了一个山洞里，而金条的下落只有红玉的丈夫知道。可惜红玉的丈夫被日本人无情杀害，临死前将金条告诉给了红玉。现如今，只有红玉才知道金条的下落，他们的任务就是救出红玉，找到金条。这个时候，日本管理员红魔也怀疑红玉和金条有关系，对红玉动了酷刑。这个女人被几个日本鬼子架住，毫不留情对其动用酷刑。老虎凳上的砖头加了一层又一层，红玉被折磨得痛苦哀嚎着，却始终不肯透露一个字。最后实在受不了，晕死过去。红魔又令人用冷水泼醒，继续严刑拷打。红玉还是死活不开口。红魔直接命令手下上电闸，在启动开关之前，红魔给红玉最后一次机会。上！红玉依旧只字未提，狠心的红魔直接按下开关，红玉瞬间被电得四肢发抖。红魔没有在红玉这里得到金条的下落，却得知了老崔的间谍身份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没有着急拆穿，而是要来一波黄雀在后，于是将伤痕累累的红玉放了出来。此时的老崔还不知道自己暴露的事。夜里，玛丽找到老崔，二人商量一番，为了红玉的性命，不得不提前实施计划。很快，老崔搞到一辆汽车，趁日本人不注意，将几个女人带上车。老崔一脚油门朝着大门狂奔而去，可早就有所防备的日军开始阻挡，任凭老崔再过硬的技术都不能冲出去，因为大门已经被木棍死死卡住。有人奋不顾身跳下来为他们开门，却倒在了枪林弹雨中。老崔倒吸一口气，脚踩油门，使劲冲出了城墙。刀疤男询问红魔为何要阻拦他们，红魔解释，这样才不会让老崔起疑心，好跟踪他们找到黄金。逃亡小队一路飞奔，日军车辆紧随其后，可车子行驶到一半突然抛锚了。这时盲女凭借敏锐的听觉察觉到汽车的轰鸣声，很明显日军已经追了上来，几人只能徒步逃离，躲进了深山幽谷里。玛丽不幸掉队，老崔让众人先走，他去找玛丽，终于成功带领玛丽追上队伍。几人跑累了，打算原地休息一会儿。盲女在解手时意外听到了石块摩擦的声音，原来是奸细在做记号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向众人举报，就被奸细用石头砸死，掉进了瀑布。休息完毕，逃亡小队准备继续上路。这时老崔发现盲女不见了，急忙回去寻找，终于在河里发现了盲女的尸体以及石头上的一个箭头记号。他将奸细的事告诉给了玛丽，并且让玛丽不要打草惊蛇，他独自留下来解决记号的事情，让玛丽带领剩下的人继续逃离。待逃亡小队离开后，老崔用一块大石头盖住箭头，并且做了一个假的，想将日军引到游击队的埋伏圈。日军果然上当了，游击队杀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。此时玛丽一行人来到了白云岭，望着熟悉的地界，红玉想起了黄金的具体位置。几人迫不及待进入山洞，终于找到了黄金。这时红霞从腰间拔出了手枪，原来他就是奸细。所有人都被他善良的外表给欺骗了。红霞疯狂地射杀玛丽等人，红玉和另外一个外国人被无情射杀，玛丽也被他打晕。危急关头，老崔赶了过来，3两下就将红霞放倒。在老崔拿黄金之际，红霞趁机站起身朝外面跑去，结果被日军误杀。红魔为了逼出山洞里的玛丽和老崔，不惜朝洞内灌烟。老崔心生一计，扔出一箱
箱黄金来吸引日本鬼子的注意，接着又扔出一箱，里面全是毒蛇。日本鬼子被咬得措手不及，老崔趁机钻出来杀了个措手不及。红魔赶紧逃命，却被玛丽追上。一番打斗后，红魔不敌，被玛丽塞进一个废弃油桶里，从山坡上滚下，当场摔死。此时老崔还在和刀疤男搏命，就在命悬一线之际，玛丽捡起枪，一枪崩了刀疤男。可身后突然出现一个日本小兵，给了玛丽一枪。老崔连忙冲上去，将小兵刺扎了个稀巴烂。最后只有老崔一个人活了下来。影片《女集中营》是一部香港邵氏老电影，于1973年上映。前半段是日本鬼子在女集中营内对女犯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摧残蹂躏，后半段则是我方间谍和日本鬼子争夺黄金，敌方有我方的间谍，我方也有敌方的间谍，有点无间道的意味，看似非常热闹，却也反映了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